大家好，我是明德君，从庄子让王探寻生命本真。在生活的快节奏中，我们时常在功名利禄的浪潮里随波逐流，身心俱疲。当升职的压力如山般压来，当财富的诱惑如影随形，你是否想过我们真正追求的生活是什么？在2000多年前，庄子就在《让王》篇中给出了深刻的思考。他宛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生命的本真与价值。让王从标题便能知晓，讲述的是禅让王位拒聘官职的故事。这类故事在庄子中多次出现，其核心观点是功名利禄不过是身外之物，王权富贵对生命并无益处，唯有隐逸避世才能保全人的本性。让王就像是此类故事的集大成者。开篇便提及逍遥有礼，尧让天下于许由的典故。尧想把天下让给许由，许由果断拒绝，又让给子周之父。子周之父称自己患有悠悠之病，正忙于治疗，无暇治理天下。在他们眼中，即便天下是最为尊贵的事物，也不能与生命相提并论。只有那些不把天下当回事，淡泊名利的人才能够承担起治理天下的重任。舜同样多次禅让天下，他让天下与子周之伯，子周之伯以并推脱，让给单卷。单卷描绘了自己春耕秋收、逍遥天地的生活，拒绝了这份至高的权利，让给十户之农。十户之农认为舜的德行未达极致，夫妻2人携子隐居海上。这5人无一例外选择归隐，他们深知只有回归自然，才能守护住自己的本性，让精神生命充满生机。再看大王胆父的故事。大王胆父居住在宾地，敌人不断侵扰，他先后进献皮帛、犬马、猪与敌人都不接受，他们想要的是宾地的土地。大王胆父不忍心百姓因战争受苦，于是拄着拐杖离开宾地，百姓们纷纷追随他，在岐山之下建立了新的国家。大王胆父尊重生命，不因为利益而伤害百姓，不因为富贵而损害身体。这种珍视生命的态度，与当今一些为了名利不惜牺牲健康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越国人先后弑杀3代国君，王子搜深感忧虑，逃到丹穴。越国人找不到君主，追到丹穴，用艾草熏豆，迫使王子搜出来，并准备了国王的成语。王子搜拉着登车的绳索，仰天长叹。他并非厌恶做国君，而是害怕做国君带来的灾祸。他不因为国君之位而伤害自己的生命，这份清醒与理智，正是越国人希望他成为国君的原因。韩国和魏国为争夺土地而纷争不断，昭西侯为子忧心忡忡。子华子问他，如果左手夺取能得到天下，但右手会残废；右手夺取能得到天下，但左手会残废，他是否会去夺取？昭西侯果断拒绝。子华子借此指出，两臂比天下重要，身体又比两臂重要。韩国与天下相比微不足道，而韩魏所争夺的土地与韩国相比更是不值一提。昭西侯听后恍然大悟。鲁君听闻言和是有道之人，派人带着碧帛前去慰问。言和住在简陋的小巷，身着粗布衣服，亲自喂牛。使者前来送礼，言和却让使者回去确认是否送错。等使者再次前来，言和已不见踪影。言和对富贵的厌恶，体现了他对道的追求。庄子认为，道的真谛在于修身，其剩余部分可用于治理国家，最为不足道的部分才用于治理天下。而如今许多世俗之人却为了追逐身外之物，不惜损害自己的身体和本性，这难道不可悲吗？庄子让王中的这些故事跨越了1000年的时光，依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。在当今社会，我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诱惑，为了追求财富、地位和权力，常常忽略了生命的真正价值。我们就像那些用随侯之珠去弹打千仞之阙的人，为了微不足道的目标，牺牲了最为珍贵的东西。当我们在深夜加班时，当我们为了升职不择手段时，当我们在物欲横流中迷失自我时，不妨停下脚步，读一读庄子让王，让我们学会尊重生命，珍视自己的身体和本性，不被功名利禄所迷惑，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自在。或许这就是庄子让王带给我们的永恒启示，它像一盏明灯，照亮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前行的方向，指引我们回归生命的本真。深入剖析庄子让王，不难发现，这部经典所传达的远不只是对功名利禄的摒弃，更是一种系统且深邃的生命哲学。它教导我们以一种全新视角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与意义。在现代消费主义的裹挟下，许多人将物质财富的积累
当作人生的终极目标。为了购置更大的房产、更豪华的车辆，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，没日没夜的工作，将生活变成了一场永不停歇的赛跑。然而，当他们在病榻上回顾一生时，是否会像庄子笔下那些为追逐功利而迷失的人一样追悔莫及？我们本可以像善卷一样，享受春耕种秋收敛的质朴生活，在自然的怀抱中体悟生命的宁静与美好，却因过度追求物质与生命的本真渐行渐远。庄子倡导的尊重生命、珍视本性的理念，也为现代职场提供了宝贵的启示。在竞争激烈的职场环境中，许多人为了晋升机会，不惜出卖自己的原则和底线，陷入无尽的内耗。从让王的角度来看，这无疑是本末倒置的行为。我们不应被职位的高低薪酬的多少所束缚，而应关注自身的成长和内心的需求。就如沿河面对鲁军送来的碧帛，不为所动，坚守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我们也应在职场中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被功名利禄蒙蔽双眼，让工作成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，而非身心俱疲的根源。庄子让王对当代教育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如今，不少家长将孩子的成绩和未来的职业成就视为教育的唯一目标，忽略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兴趣爱好。他们为孩子报各种补习班，让孩子在繁重的学业压力下失去了童年的快乐。庄子的思想提醒我们，教育的本质应当是培养孩子尊重生命、珍视自我的意识，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，而不是将他们培养成追逐功利的机器。在人际关系方面，庄子让王也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许多人将社交视为获取利益的手段，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情感。当我们以功利的眼光看待他人时，不仅无法建立深厚的友谊，还会让自己陷入孤独和焦虑之中。而那些懂得尊重生命、珍视本性的人，更能理解他人的需求，与他人建立起纯粹而美好的关系。回归庄子让王，并不是让我们完全摒弃物质追求和社会责任，而是要在物质与精神、功利与本真之间找到平衡。我们可以在努力工作、创造价值的同时，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由，不被外界的诱惑所左右。就像在汹涌的浪潮中找到一块宁静的礁石，既能欣赏到波澜壮阔的美景，又能坚守自己的位置。庄子让王就像一座智慧的宝库，为我们提供了应对现代社会各种问题的钥匙。当我们在生活的迷雾中迷失方向时，不妨打开这座宝库，汲取其中的智慧，让我们在尊重生命、珍视本性的道路上，寻回那份失落已久的宁静与自在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庄子让王的智慧在社会公共生活层面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。在城市发展进程中，部分地方过度追求 GDP 增长，对生态环境进行掠夺式开发，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。倘若能以庄子尊重生命的理念为指引，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，注重生态环境保护，便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双赢，让人们生活在山清水秀、鸟语花香的环境中。当我们将视野拓展到国际舞台，庄子让王所蕴含的智慧愈发凸显。某些国家为了争夺资源、获取地缘政治利益，不惜发动战争，给无数人带来灾难。然而，真正的大国智慧应当是尊重每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利，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解决争端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这与庄子尊重生命的思想不谋而合。我们在从庄子让王汲取智慧的过程中，也要做到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，结合时代发展进行创新。在今后的日子里，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庄子让王都能给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，指引我们在尊重生命的道路上不断前行，让生命之花在喧嚣的世界中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让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更好的自己。